小智是一位公司里人人称赞的好先生，无论同事临时要请假、加班赶报告，还是电脑故障要修理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总是他。他从不拒绝，就算牺牲周末、下班时间，他也总是笑着说没关系，我来帮忙。他总以为自己多做一点，大家会记得他的好。直到有一天，家人突然住院，小智必须临时请假。他请同事帮忙代理一些工作，却换来一连串的推脱。同事嘉阳说，我最近手边事情太多了，真的帮不上忙。另一同事雨婷说，这不是你一向负责的吗？我不太熟。最后同事一恒说，你请假前应该自己先处理好吧。那一刻，小智才真正明白，他过去的体贴与付出，从来不是被感激，而是被视为理所当然。从那天起，他开始学会说不，划出自己的界限。刚开始确实有人觉得他变了，不再好说话，但慢慢的，同事不再习惯依赖他，也开始尊重他的时间和角色。而小智也终于找回了自我价值，不再委屈自己去成全别人，而是学会了把善良留给真正值得的人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听到一句话，助人为快乐之本。但当我们无条件的付出善意时，是否也会面临被当成理所当然的风险？这是许多人在关系中常遇到的困境，在真心帮助别人后，反而成为他人的便利选项，甚至不被感激。如果我们不为自己的善良设立底线，那么它可能会沦为他人利用的工具。过度善良和无底线的付出，却可能让我们的价值被忽视，甚至被当成理所当然。小美是一位真心帮助朋友的人，尤其对闺蜜阿玲无微不至。阿玲失恋时，小美陪她度过每个泪流满面的夜晚。当阿玲工作遇到瓶颈时，小美更是无偿提供支持。久而久之，阿玲渐渐把小美的帮助当成理所当然，甚至在小美需要帮助时常常拒绝。最终，小美认识到无止境的付出，让她自己成为了阿玲的便利商店，而非平等的朋友。这段经历让她学会适时拒绝，设立底线。心理学上有一个100减1等于0的理论，一直对他人好100次，他可能记不住，但若有一次未能满足，之前的所有好意都可能被抹消。这种现象解释了为何无止境的善意反而让人觉得理所当然，甚至不被感激。某位知名演员一路被前辈提携，在事业未起步时，这位前辈不仅资助他，提供机会，甚至将自己的人脉毫无保留地介绍给他。当他事业有成时，这位演员却没有再给予前辈应有的尊重，反而在一次小事上埋怨前辈的帮助不足。前辈了解到无底线的支持并不能赢得他人永久的感激，反而使得自己成为他人发泄不满的对象。对他人伸出援手前，判断他是否真正需要，避免自己沦为别人方便的解决方式。当我们准备帮助别人时，最重要的是了解对方的需求是否真诚，避免陷入毫无意义的付出。社交中，有些人表面看似无助，但内心却不一定真的需要帮助。他们可能只是习惯性依赖或索取别人的善意。确认需求可以通过观察对方的态度和行为，或是提出一些引导性的问题，来深入了解他们的情况。你可以问，你希望我帮助的具体部分是什么？或者，我能做的事对你有什么具体帮助？这些问题能够帮助你判断对方的需求是否真实，并衡量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。阿豪在职场上一直是个乐于帮助他人的同事，不论大小事，大家找他帮忙，他从不拒绝。后来，他发现一些人只是因为懒惰才将责任推给他，于是阿豪学会在帮忙之前询问，这件事我帮到哪个部分才是最合适的？这个问题让人们反思需求的真实性，而阿豪也避免了成为被利用的工具。学会适时拒绝，拒绝并不等于自私，而是尊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。拒绝不是冷酷，而是自我保护的一部分。在心理学上，无法拒绝的特质常言于害怕失去关系或担心被人误解。
懂得适时拒绝才是健康人际的基石。当别人的需求超过我们的能力，或让我们感到不适时，适当拒绝其实是一种责任心的表现。善意不等于顺从，特别是当一件事开始消耗我们的情绪或体力时，勇敢的拒绝是自我尊重的体现。拒绝的技巧在于诚恳但坚定，避免让对方感到被冒犯。可以这样说：我很愿意帮助你，但现在我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或目前我无法全力帮上忙，建议你考虑其他方法。这样的表达既能传达出自己的立场，又不至于让对方觉得受伤。善良中带有坚定，才更值得尊重。心有柔软，外有锋芒，像仙人掌一样，外表坚韧而心底柔软，内心保持善良，但不轻易让人踩到你的底线。许多成功人际的核心态度，内心拥有善意与同理心，但外在却展现出自我界限和原则，这让人不容易侵犯，也更加尊重。我们可以对他人的需求敏感和关心，但同时表达出自己的原则，让他人知道我们有底线，不会任人摆布。这样的态度一方面保护了我们的善良，另一方面也能引导他人以更成熟的方式与我们相处。在职场中，我们可以帮助同事，但对于超出分内的事物，若已影响到自身工作，就应该果断提醒对方我们的分工。心有柔软的善意是吸引人际的力量，外有锋芒的坚定是保护自我的盾牌。这种平衡态度既能让我们在帮助他人时不失自我，也能让善良散发出力量而不被轻易消耗。善良是一种可贵的品质，但若无底线的给予，不仅无法赢得他人的珍视，还可能成为被人忽视甚至利用的对象。学会在善良中设立健康的界限，保持自我价值感，才能使我们的人际关系更和谐，让自己的善良被真正值得的人珍惜。